先快速过一下配件说明书、配件包、拔键器、编织线、增补键帽、键盘本体。最近可创又推出了全新的型号可创 V4，可以看作是 Q4 的一个轻松版。外壳换成了塑料，内部改成了 Top 结构，其他的配置基本上是和 Q4 保持一致的。键盘虽然是塑料的，但是一上手可以感觉到分量还是非常够的。内部做了很多的硅胶填充，等一下拆解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。正面是一套 OSA 高度的 PBT 球帽，比 OEM 高度略微薄了一点。键帽默认安装的是 Mac 键位的，附赠了一代 Win 系统的增补键帽，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到手更换。键盘边框这一圈做的还是蛮厚的，上下边框甚至比左边的还要长个一半左右，但和键帽配合起来就不会显得非常臃肿。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外观的。键盘顶部是 Type-C 的充电接口和系统的模式切换按键，底部的话是两段式的脚撑，并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。外观方面的话就聊到这里。这把键盘用的轴体是可创自己研发的，我看着有点像是华诺代工的，轴体内部没有做出厂润滑，弹簧和线性手感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，说明这个模具本身的素质还是比较优秀的。搭件方面搭载了比较罕见的 PCB 卫星轴，这个卫星轴如果想拆出来调教的话，那是相当的麻烦，需要把整一个键盘的轴体和键帽全部拆下来，把定位板和 PCB 分离之后，才可以把卫星轴取下来调教。我个人的话就不建议折腾了。好在卫星轴本身的素质还是可以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杂音和空键程，比我上一年买的 Q1 上那套表现要好很多。透过空格这个按键这里是一个键盘的复位键，防止在 VIA 里面把键盘改得太乱了，就可以用这个按键来一键复位。RGB 灯的方向是南向的，就是指向我们使用的这个位置。从正面的打字角度看过去键盘的 RGB 灯会更加的明显，亮度做的也还 OK。接下来进入键盘的拆解环节，卸下键盘底部的8颗六角螺丝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拆下上盖了，是没有做卡扣固定的。定位板通过螺丝直接固定在底壳上。这个键盘不是 Gasket 结构虽然说是 Q4 的简化版，但声音的话并没有 Q4 那么 HiFi。底部是一张白色的硅胶垫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张硅胶垫做了香薰的处理，所以整把键盘闻起来就有一种特别的香味。轴座是凯华，内部有用破龙做填充，底壳上的加强筋比较少但因为整体的厚度比较足，强度还是非常高的，特殊的时候拿来应个急也不是不行。这把键盘还有一个亮点，就是支持 QNK 和 VIA 的改键，可以支持多个 FN 层级的自定义，基本上只要你能想到的键位修改功能都可以在这把键盘上面实现。据说后期在国内上市的话，定价是328块钱起，这个定价还是比较符合这把键盘本身的一个表现的。键盘是61键配列，而且对 Mac 系统非常优秀的兼容性也是它的一个亮点。外出携带配合一个 MacBook 喝个咖啡当个气氛组还是非常到位的。美中不足的是键盘本身没有3模这一个选项，我个人还是希望后期可以加上吧，不然外出的时候还要多带一根线就会麻烦很多。好了，那也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